朴次景假装买电影票，留下了联络信息，转头老头就给了另一个女人回复。女人站在雨里看完回复，转身跟前来传信息的朴次景借了火。3年前，新上任的总督来了，还没来得及吃冷面，就遇到了暗杀。得手后的女人飞跑着，还是被打中了。朴次景抱着她哭了。警卫队的人追了过来，有人发现了朴次景留下的血脚印，负责暗杀的人代号幽灵。警卫队的人暗中调查幽灵的事情。朴次景又一次买票进入了电影院，却发现了警卫队的人。回家的他被送去一个地方，被送来的共有5个人。原来幽灵在影院的秘密活动被发现了，而警卫队要查出真相，大家要证明自己不是幽灵。朴次景以找东西的名义观察了4周的环境，把一张票夹在了书中。负责翻译的男人也武装了自己。警卫队内部也在搞分裂，时髦女闹着要离开，白虎被女人拉走了。原来她喜欢他，朴次景想要他坚持到最后。警卫队闹分裂的人因为朝鲜血统，纯次也被列入了怀疑名单。男孩第一个被拉去审讯。朴次景发现票不见了，就翻到了纯次的房间，两人扭打在了一起。这边时髦女拿出一张票，告诉翻译大叔说是纯次掉的，要放到朴次景包里。朴次景这边还正打得火热，原来纯次知道朴次景是幽灵，但他要告诉别人自己才是。朴次景突然想到3年前，回到房子，书还在，票却不见了。朴次景问时髦女为什么帮自己，时髦女却没说话。警卫队的人以男孩的妈妈要挟，男人说出了一个名字，朴次景。晚上大家坐在一起，人证物证都有了，物证指向纯次，人证指向朴次景。警卫队长开始攻心了，见朴次景没反应，他直接杀了白虎。时髦女忍不了了，上去就跟警卫队长打了起来。朴次景跑了，翻译大叔也被纯次意外杀了。纯次拼命搓洗手上的鲜血，脑海里却不断浮现出以前的场景。时髦女说自己从现在开始会保护好朴次景，朴次景却把枪口对准了时髦女。时髦女给他看了自己的伤口，朴次景没想到能见到2个总督府的幽灵，俩人都想保护对方活下来。俩人放了火，警卫队乱作一团，俩人装了兵器刚准备走，警备队的人就找来了。时髦女安江宇选择留下拖延时间，想自杀却被打断了。他被严刑逼供，用水泼，用火烙。外面朴次景炸了燃料库，跑来救安江宇。警卫队长抓着纯次不放，还对他的血统出言不逊。纯次直接杀了警备队长。朴次景带着安江宇开车离开了。纯次想要杀了2个幽灵，朴次景为了救安江宇，带他进了附近的人家。纯次却告诉手下，当务之急要找的另有其人。他抓住了电影院老板和售票员，逼迫其他5个人就范。一个小男孩冲出来喊着口号，直接被纯次打了2枪，还把他姐姐放到更高的地方吊着。安江宇出现打断了绳索，场内一片混乱。安江宇负责场内的人员肃清。朴次景和纯次打在了一起，安江宇以他的后背为要挟，要他放了朴次景，他直接对后背开了枪。大幕落下，2个幽灵站在台下，纯次站在舞台中央，他再也没有了开枪的机会。街上贴满了他俩的逮捕令，任务还在继续。完成任务的2人相视一笑。力量感十足的女性角色是如此帅气，每一道伤口都是英勇无畏的痕迹。